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上的朋友，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的发表您的看法。好，来欢迎今天的3位来宾。首先是中经院国际经济所的副组长江太进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淡江大学财经系教授叶建中老师。主持人、观众大家好。还有前大使、资深外交官邱文基大使。何荣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那首先我们先带您来看的就是呢，我们都知道美国，特别是川普，他向全球发动了关税战。那现在呢，还在余波荡漾啊。其中，日韩跟美方谈完之后呢，也都纷纷决定要加码投资，包括日本要投资5500亿美元，韩国是3500亿美元。那韩国在今年7月总算是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协议。最新的消息是，川普向外界强调，他说韩国要付的这笔钱其实是预付的。要预付这笔庞大的投资金额，但韩国总统的政策顾问叫金永范啊，他说，南韩总统李在明是希望谈判能够基于商业理性推展，并且朝韩美两国的利益一致的方向来迈进。另外呢，根据不具名的韩国政府官员告诉路透社说，川普这番最新的言论跟韩国对于韩美贸易协议的理解，这是重点，有出入。那么，首尔西江大学一位教授金荣正，他更是说呢，如果没有无上限美元流动性保证的话，那么这笔韩国说要出的3500亿美元，听起来根本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是不可能的。聂教授，请问一下，我们刚刚讲说，特别是预付这样的概念啊，就要投资3500亿，还有预付款这件事情，在国际上面有潜力吗？我据我所知是没有了哈。不过我觉得很奇怪，所谓的国际投资，到底现在是国家是要去真正投资它，还是它被要挟过去投资的？我这样讲，投资就属于主动、被动。我们都知道我们过去的钱可能赚的钱放在中央银行，因为有两种，一种是放在中央银行，但这个钱呢，你放在那边保本。我们从投资的角度说，这样是不对的。我们新国家理财官应该要拿出一笔钱来主动出击，叫新国家理财官，就是我们财务管理，钱不要放银行嘛，就拿出来做投资。那现在做 diversify 这国际投资很应该，尤其国家应该帮人民赚更多的钱，国际投资答案绝对是肯定的。不过现在这个氛围绝对不是这样，是美国这次丢出关税也好，或者任何形式，他就是把全球当作他的提款机，他向全球要钱。那美其名叫做你来投资我，投美赔款嘛，就你把钱拿过来投。这个投资不叫真正国际投资，这是完全被动受控于川普的投资。所以你不管拿预付款啊、保护费啊这些东西听听就好了，也就是川普想拿钱嘛。但是，美国说我要拿你的钱，对，可是你也要你拿得出来才行啊。对，这钱从哪里来？对，好，那钱哪里来？我先跟你讲，就先讲一下国际投资，把它讲完。就你国际投资，你要有一定的 return 嘛，对不对？你没有 return， 这怎么叫投资？投资是为了 make more future， 你这样子赚更多的钱嘛。那主权基金不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吗？就是帮国家赚钱。好，现在来了，我们之前在台湾也谈过主权基金，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主权基金5大考量。第一个呢，当告诉他的动机目的，你到底要不要做，为什么要做？第二个就来源规模。每个国家方 size 不一样，你挪威基金、这个新加坡、淡马基金都不一样。台湾到底有没有需要？尤其当时在2007年看到我们的对岸中投基金拿着它的外汇存底2兆之后的2000亿1/10哦，是来做的时候，台湾就说拿外汇存底出来，错，台湾没有那么多他们是几兆，我们只有那时候4000多亿。拿出来，台湾就可能没办法保本，因此只能用孳息。你说钱怎么来？那这个钱你是说什么钱？是主权基金钱，还是国际投资的钱，还是国家要应付某些危难的钱？这个要分清楚哦。我只能讲说，以我专讲，我曾经分析过、研究过主权基金，它的钱我用了非常多。那台湾的钱的来源非常多啊，你可以是外汇存底，我刚刚讲的，你也可以是政府的资产，可以是民间资金，可以是信托基金，甚至是这个国发基金。国发基金很重要了。当然也可以公股市股，也可以民间发债，对，甚至另法编列预算，这都可以啊。还有一个叫4大基金嘛，是人民的钱，对不对？你只要能赚钱，这 why not？ 4大基金也都在投资啊。所以你说钱怎么来？多元化。不过我最后讲，它有主要的啦。如果是主权基金是单独立法，你可能不管你可以用发债入股的方式，或者拿4大基金的部分，还有外汇的孳息，你不可能拿外存底全量，外孳息。以及也就是甚至国发基金拿部分，因为国发基金也是有时候除了要推动国家经济建设，也是为了要赚钱嘛。对，所以这些都是来源主要是你要怎么样去定它的这个 portfolio 这个钱的来源，因为你赚的钱还是要大家分红的，所以这个有点复杂，对。所以当川普说了这番话以后，韩国非常的紧张哈，因为他
想来想去，就主权基金以外，他怎么样去筹这些钱呢？那现在哈，这个包括韩国，还有我们刚刚提到日本啊，其实日韩都表示他们会依据美方的计划来进行投资。但是也强调，绝对不是我们提到的预付啊，这个预付，而且那金额真的很高总共加起来，美国要日韩，刚刚讲说5500亿，再加上3500亿，总共是9000亿美元的资金啊。那么日本呢是5500亿，好，那特别呢在先前也有一个投资案的合作备忘录，但是当中并没有提到就是这种字样预先支付。这4个字。那另外呢，《纽约时报》则报道说呢，美日双方有签了一个 MOU。明确是有确定说呢，5500亿美元的投资项目，这个是重点，是川普决定投资哪些项目，并不是日本官员来决定。如果日本有违背川普的这个意愿的话呢，川普就有权提高关税。好，问题来了哈，如果日本真是不从，那结果呢遭到了关税的报复。江老师，您推演一下会有出现哪些情境？从川普4月开始在谈关税之后，几乎大家每天每个礼拜都在谈川普的下一步是什么。那其实我们发觉说，在这几个月，感觉川普就像月亮一样，初一十五不一样嘛，哈。那也许他今天说了什么，明天又改了什么。那现在甚至最新，川普想要收现金，不想要投资，还有川普想要对半导体是产品里面的有多少个半导体的元件来去做课税。那说实在，下一步川普要做什么，其实很难去做预测。那以日本来说的话，日本最大出口到美国的最大宗的商品其实是汽车，大概占了30几%哦。那再来是钢铁跟机械类，那再来是半导体相关的零组件啊，以及就是农林水产相关的一些产品哦。汽车其实说实在的，不只是课税的问题，那它美国本土内的销量，它其实也是在下滑的。那从今年的4月到今年的6月，扣除掉一些季节上的一些其他的杂讯之外，基本上它是少了200万辆左右的这样子的订单的量哈。那再来就是农林水产品的话，那一部分呢，清酒。还有一些日料店，那目前来说的话，是由美国当地的这些相关的产业自行吸收。那所以说，今天我课了税之后，是好到了美国政府呢，还是痛苦到了美国的民众？这个很难讲。那日本的话，从川普上任之前，那当时的首相石破茂就飞到美国去承诺说，要给美国大概5000亿的投资，然后一起去开发阿拉斯加的天然气等等的这些措施之下呢，那却拿到了这样子的关税的结果。目前日本政府是透过经济产业省来去提出一些相对应的一些解方啦，来暂时去缓解关税的压力。那包含说是可能是成本转嫁，那再来就是说他们有弄了很多类似我们的补助型的计划，还有辅导窗口等等哦。那还有一部分是希望能够透过一些比如说增加自己的产品的附加价值，还有希望把一些过去在日本做的东西，把它挪到海外去，就有点类似像以前过去的台湾 Plus One 的这种感觉。那再来就是开拓美国以外的市场，那还有再来就是去希望能够转变一些现有的商业模式。那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其实你看，包括像日本也好，南韩也好，尤其是南韩现在讲说，他们特别强调是川普总统你现在所讲的跟我们所理解的是有落差的啊。我们希望能够赶快厘清这个落差，但是厘清的时间点在哪呢？恐怕就是 APEC 啊。这个韩联社也报道说呢，因为韩美谈判在进行中，所以呢，川普预定在下个月APEC 峰会要到南韩去，双方预估在当时呢，这个应该会都希望取得一定程度的共识，所以 APEC 有可能变成这个谈判的一个分水岭哈。南韩政府内部也评估说，如果原封不动的接受美方的要求，可能会造成南韩外汇市场的混乱，并且对南韩经济带来严重的冲击。所以他们也这个吃了秤砣铁了心说在不排除谈判破裂的可能性之下，以背水一战的姿态来跟美方川普展开协商。这个不排除背水一战剧本会怎么演呢？大师，
剧本就耍赖啊，然后呢玩硬的啊。说你听错了啊？说我听错你的意思了。没有啊，就是你基本上就是说，要看你的对手让不让你玩花样，就是让不让给不给你谈判空间。他们对手是川普，对呀，川普基本上，我觉得他认定的日本跟韩国都是属于乌克兰那一类的。你不要逼他，你不要他逼他的时候坐在那边，他就跟全世界讲说你没有牌。你跟我打牌的话，你没有牌。那除非你要重大牺牲，那你韩国、日本就是死抱美国的这么多年，他连他的那个头脑他都转不过来。mindset 已经既定了。他在 mindset， 你也不是，你亚洲也没有多大的团结力量。人家乌克兰，人家欧洲还有一个力量要挺乌克兰，你亚洲，你日本，你没有了美国，谁挺你啊？对，中国大陆也不挺你啊，俄罗斯也闹翻啦。东协的国家在20次大战被他凶得也那么凶，他们想要去找东协，东协也帮不了他。那没有后援嘛。韩国更惨啊，那韩国经济体没有，所以事实上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川普有没有战法？川普有战法，商场老将怎么没有战法？我觉得吃定了韩国。没有，他第一个就是说你有罪，你认不认罪？哦，认罪，我对不起啊，皇上我有罪，为什么？因为我过去赚你太多钱了。我都对你有不同，我们都是占你们便宜的国家，对不对？你有罪。第二个就是说，那你就是你要给钱，对不对？好，要给好。第二，你承认了。第三个，给多少？你也认了啊。日本是5500亿，韩国3500，他认了没有？他认了啊。接下来呢，就是说怎么给，多短时间给完？我认为他们最多3年时间。因为川普还有3年，你3年你跑不掉的。川普天天就跟抽税鬼一样，你那5500亿，你就要给完，就跟国税局一样。而且账现在就要怎么给？因为川普现在，我觉得他们在谈的时候啊，打谈，他也学到从中国大陆学到一招，就叫谈出一个架构。架构就是说原则谈了，那内部的细节慢慢谈，那就。韩国跟日本认为说我找着争取时间，我以时间换取空间。我刚刚就老美来讲，川普来讲，就是说，你这个认了，我就下一招出来。所以他从来都在变，从来都在出新招。日本人很聪明，说我们的5500亿，我说穿了就是什么？就是融资和融资保证，就说你们要设厂，你跟我来借钱，我还可以赚钱嘞。日本的那个。谈判代表不是跟日本国内说，这个我们赚到，我们可以赚钱哦。结果现在日本人敢不敢讲话？没有了。然后呢，跟美国谈了那么久的这些人，包括石破茂，对不起，我下台了。你们高市早苗或者说小泉这个次郎你们自己再去谈吧。你还有3年时间，你就跟川普。那韩国更惨啊。韩国现在就基本上，我算了一下，韩国在2024年这个5月的时候，它的外汇存底一共是4132.5亿美元，里面美金的资产是3686.7亿。那美国算得很准啊，3500亿啊。那很简单啊，你先付钱啊，要不然我觉得美国人就说，那你全部换成什么？你全部换成100年无息债。对。然后呢？你去成立什么主权基金都没有用，反正这个钱你就吃定了。然后一步一步的怎么讲？这就叫什么肉一块一块的切，一块一块切到这里。韩国什么背水一战，它3面环水，对不对？它一面还有山，它山也过不去，所以韩国是没招。你以为韩国没辙？对，我跟你讲都是城下之盟，最后你就认。要不然你就基本上，那你找到换一个新靠山，你韩国转得过来吗？所以现在韩国也只能喊出说我们不惜背水一战但是像刚才聂老师有点到一个重点就是你任何的投资都必须看投报率，就是 ROI 的问题可是现在变得感觉像这种代操的概念我钱是我韩国的，但是呢操作投资什么项目是川普来决定是美国来决定，没办法主动这是非常符合这个川普 MAGA 的一个理念。但其实，在 MAGA 这一环当中呢，也看到 Intel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华尔街日报》就报道说呢 ，Intel 最近跟台积电开始在接触商讨什么呢？投资、生产或合伙相关的事宜。
那么 Intel 呢，最近在找这个大客户，而且非常的积极。好，我们拉出一个时间序列哈，来看看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8月份呢，取得了软银挹注2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川普呢，在8月11在白宫跟这个 Intel 的 CEO 执行长陈立武会面，特别又对于陈立武呢表示高度的赞赏哈。先前不是还把他批的这一无是处吗？但是后来表达对他的赞赏。上个礼拜呢，AI 晶片的这个辉达就是他们宣布呢对 Intel 投资50亿美元入股，那么大概是有4%的股权。好，我们要问的是陈立武因为他是财经底的，他是这个做财务投资啊，他包括并购都很厉害的哈。那另外呢，台积电就是现在的魏哲家董事长呢，他是电机工程博士，所以一个是财务底，一个是技术底。我想问一下聂老师哈。因为现在大家也在看一个问题，这个财务底的陈立武，他到底找台积电，那跟台积电要合作，他的思维架构怎么看？我觉得财务底、技术底其实是相通的，你懂技术也要懂财务，懂财务也要懂技术，只是你偏哪一块。基本上魏哲家，基本上我把它叫做 academic， 他是学者派。他从耶鲁大学电机毕业以后，他的确有技术，但是他不懂财务，也没办法运作。他必须了解产业的深度。那另外一个叫 practitioner， 就是实践者，就是实务家。那这个人呢，讲不好听是财务底的，他非常厉害。我这样讲好了，这个马来西亚人的华人，他在新加坡长大，他受的教育，他现在刚好65岁走到高龄化的步骤。但我要讲的是，他的路程也非常清楚。他 MIT 当时读的是核工，后来发觉当时的核工已经没有好的未来以后。他就走进去读 MBA， 专门就是走财务这一块。结果呢，他主要就是美国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叫矽谷，人只要到矽谷，你只要够 smart， 你就可以怎么样呢？看到一些别人的技术，你要懂技术啊，人家新创技术，人家可投的地方。我跟你讲，这种人我身边非常多，因为我们现在教财务，我以前有点技术，我是工学院转过来的。现在一个重点就是我的学弟也是 MIT， 跟他性质很像，现在在美国教书，那我们常联络。我跟你讲，这些人他都会到矽谷里面去变成做连续创业家，然后去开了公司再卖。这些人都会有相同的特色，这些人很会搞钱，会弄钱。我跟你讲，这些人讲不好听，你讲 VC。我们讲在教学生讲你要进入比较前端搞到投资银行的，你就是比较属于的财务的前卫，你就有办法知道资本市场怎么运作，真的搞到钱、拿到钱，甚至赚到钱。我先讲一下魏哲家，我们讲说他今天怎么会被人家那么肯定，说穿了就是他就是一个非常的在财务甚至实践到他成功的一部分。一个人的历史很重要，尤其要有成功的经验、成功的历史。说不好听一点，他在募资的时候呢，你要知道他是要有眼光的，他的眼光看准之后，他的几个大投资都赚到钱。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叫 Walden 这个 International 的一个很重要的创始人。我只要是创投界都知道了。今天只要 Walden 去投了你这个新创，其他都跟进了。就像在台湾，我要扶持的一些年轻人说，来，你们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大咖进来，其他钱就会进来。第一个找国家行政院国家开发基金，只要他天使轮基金或怎么样进去，你就会成功。他就是那个叫 Walden 的 International 创始人，而在这个之前呢，他就是人家的所谓的 Walden 的这个 fund 也就是基金的合伙人。你要知道，当他走到这个创投的时候，他多少的成功的创投的投到好的新创案子。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原因。当然，他有了这样的一个火候之后 ，Intel 他是今年2025年3月10号，他接了 CEO 这个位置。各位知道美国现在要制造业回流，他发现有3大问题：第一，没有人才；第二，没有技术，没有基础建设。但最想要就是高阶的晶片这种的制程，但他发现有基础建设，就是 Intel。各位想想，上世纪最厉害的哪一家 CPU 属于谁？全部上面就写着 Intel 5个字。现在那么差了，对不对？但他基础建设在，所以川普一定要想办法把所有东西都灌进去。所以你要搞软银搞了20亿，找辉达搞50亿，他还要找台积电，也希望台积电投他，因为他现在要突然去训练人才，突然去弄技术，突然弄其他的基础设施，没有办法。没有关系，他扶不起，对不对？找几个大人物把他带起来就可以了。其实英特尔他不是扶不起，是也就是他只是没有在后面太自信，没有追上而已。这就是美国现在要做的。那最后讲的就是陈立武，就是因为他成功的过去的经验，让川普也看到了，所以 CEO 也是看到这一点。我觉得，当然美国现在在运作这一块了，是不是一定能成功，我们还要等着看。好，那提到了这个相关的半导体代工呢，其实有一张图表让大家来看一下啊。其实我们要讲的是说呢，在晶圆代工的部分。真的是全球高度的分工化。比如说呢，晶圆代工呢，当然7成5是中华民国台湾啊，尤其是台积电为主。
那当然也因此呢，台积电被称为是护国神山哈。中国大陆在晶圆代工呢占的比率大概是1%左右，美国更是少哈，只有2%左右。那包括 IC 设计，包括晶圆代工，包括还有像是市场材料等等，还有封装测试啊。封装测试其实台湾也是相对来说比例算是比较高的。好，那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啊。全球行销长以及台湾区的总裁叫曹世伦，日前呢，他就在这个经济部产业技术司还有中经院共同举办的2025台日科技高峰论坛上，他指出，他特别就点到这个重点，他说全球半导体市场的规模预计在2030年将会突破1兆美元，甚至在2040年渴望达到2兆美元。但他特别强调是半导体产业的未来必须透过全球协作。大家都得合作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立完成。这真的是点出了一个重点。江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就我们刚刚所提到，像是晶圆代工，你就可以看到，这只是晶圆代工的部分。另外，像是封测也好，像是我们都知道，比如材料是以日本为主啊，那 ASML 就是他们是光刻机，所以全球半导体的分工现况，告诉我们一下。目前来说的话，其实我们整个产业链，我们从最上游来看的话，要先从 IC 设计嘛。那最主要 IC 设计的话，还是以美国为主。那有 IC 设计就有 IC 设计工具，那这全部也是基本上都是在美国人的手上。那在 IC 设计，大概美国占比有71%。那其实大家可能会忽略那个苹果公司，它也是 IC 设计公司。AMD 它也是 IC 设计。博通、NVIDIA、高通，它都是 IC 设计公司。那再来就是韩国，在 IC 设计，它其实也占了3%左右哦。然后再来就是下一步就是做到制作，制作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台积电，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大概占了75%左右，很大一部分是靠台积电、联电等等在做哦。那再来的话，其实就是中国，其实在晶圆制造的部分其实也开始在迎头赶上了。那主要的话还是着重于在成熟的制程。那再来做完之后，要到后面的封装跟测试。那最主要的话，台湾占了50%。那以日月光为主啊。那美国当然也有，那中国也是迎头赶上，大概是在第2名的部分。那刚刚主持人提到设备，那设备最主要的话是以美国、荷兰跟日本为主哦。那其实我们这样听起来好像台湾的形势大好，其实台湾在整个半导体的设备的占比大概只有1% 左右，所以我觉得在政府在投入预算的时候，很大一部分我觉得往设备来去做补助，我觉得会对台湾的市场会有非常大的带动很大的一个作用哦。那目前来说，政府很大一部分是把预算是投入在 IC 设计里面哦。那包含精创计划，它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补助 IC 设计。那再回到刚刚提到的说，2030年之后呢，那其实有预估整个半导体市场规模大概1兆美元哦。那主要是什么在赚钱？伺服器、资料中心跟存储啊，大概占了3400亿美元的这个样子的规模。那提到说，刚刚有讲到Intel， 那 Intel 跟拿了这么多投资之后呢，它会不会去威胁到台积电？这也要看说到底，要卖给谁？那卖的时候它成本贵不贵？回归到市场机制，那台积电做出来就是良率高又便宜，相较于其他比如说三星或者是刚刚讲的 Intel 或者是华为，那我觉得到最后还是以市场面为主。OK， 其实这让我想到，因为刚刚肖老师的分析上面让我就想到说，之前我们常常谈到所谓的全球化哈，全球化就是高度的分工哈，大家各自有强项。那刚刚透过图表我们也看到，其实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国家的强项，特别是在半导体的产业当中，不可能所有人就是一条龙全包了。可是现在看到，就是您刚才也特别提到，晶片设计的部分主要还是以美国为主，那制造的部分当然台湾不用说，还有就是特别中国大陆的制造确实这几年让大家不容小觑的，因为它的制造能力实在非常的强。所以老师您的理解是哈，未来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它的比重这样的一个分工的部分，因为全球化已死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是不是在
中国大陆这边其实也不断在加强它在晶片设计这块的能力，而在美国这边呢，不断去提升它要制造的能力。可是它没有办法提升它制造能力的时候，只能拉，包括像台湾在内，包括像日本在内，它这个版图会如何的变化？你觉得？其实说穿了，刚刚有提到说，到底是谁去买它？那主要的话，台湾很多，因为不是说很多，几乎都是做代工。那代工的话，你要看到你的原厂是谁。比如说苹果，它要求你所有苹果很多说，它要求你的安规，它要求你在哪里代工，它要求你用什么样的制程。主要其实大家回想一下，很多公司都还是美国品牌，包含辉达。所以美国今天品牌商要你去哪里，你就得去哪里，因为台湾说穿了，它只是代工。刚一直不断的提到，那每个国家它都有它想要达成的一个目标。就比如说美国，它有喊出2030，希望先进制程能够占全球占比大概30%，实际数字有点忘记。那要怎么样达成？这其实才是我们该反思的。那再来，马来西亚它希望它的封装能够占比在2030，也是2030，很奇怪。能够占比到全球的30%，那所以可以看到，其实台湾很多的厂商就往这2个地方去做靠拢。那第一个当然是政策支持，那第二个可能就是什么？我的组装厂在哪里？我的制造厂在哪里？因为说实在的，半导体不是单一厂商能够存在的，它需要完整的产业链。那包含其实美国SEMI 其实有调查说，在2024到2028。中间全球会增加80座晶圆厂，那主要65座还是集中在亚洲。那所以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看我最后要在哪里做，最后卖给谁。OK， 所以也要看你的买家是什么哈。您刚刚特别提到的辉达哈，有一张图表，来这边给大家做个参考。最近看到说，包括辉达，还有呢 OpenAI 跟甲骨文啊，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合作的联盟 ONO 联盟啊。那也有一些分析是看到说。确实蛮高招的，为什么呢？因为是 NVIDIA 辉达投资 OpenAI， 那要建立的是大规模的 data center 数据中心。然后呢 ，OpenAI 呢向甲骨文来买他们的超级算力，那甲骨文呢再向辉达买他们超强的 GPU。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样的一个 triangle， 这样的一个三角的循环啊。正好就是不断去做大他们，特别是在 AI， 特别是半导体也好，还有未来 AI 的运算能力哈。那《纽约时报》也分析哈，特别提到了半导体，他说这些半导体大厂的加入，不确定是不是能够帮助 Intel 转亏为盈，但是这很可能做到一件事情，就是让其他的企业加大对 Intel 的投资。言下之意就是说，很多钱就会进到了 Intel， 好，包括呢那些试图赢得川普青睐的大公司啊。所以大使，您觉得就这些大厂的投资角度来讲的话，他们现在是投资 Intel， 投资陈立武，顺便也投资 MAGA 的川普吗？其实这样子啊，哈，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本身就是答案啊，对不对？到底是投资 Intel 还是投资陈立武还是投资川普？我的答案就是投资川普。OK， 非常清楚啊，因为你刚刚讲的 ONO， 我最近看一个朋友也在谈这个问题啊，他三者都互利啊，三者的股票这个案子一出来以后，三者哈，对，股票都上扬嘛，对不对？那叫相互投资嘛，所以呢，不过这个对 Intel 这个厂来讲，我觉得它是一个政治性极强的一个投资，它的本身的商业性啊，那么还有就是说，我认为是比较弱的，因为。这件事情，川普是非常关注的。陈立武曾经被川普在他的这个 True Social 里面指明说他要赶快下台，根本对他还认识不是很清楚，就要叫他下台。那然后呢，从拜登开始到川普，都要求很多人去 Intel 投资。美国什么时候管到这么多了？美国是一个纯社会、纯资本主义的一个政经体制啊，跟美国政府多次。要人家去投资，我们台积电被传言多少次要去投资，对不对？去投资 Intel，原因是什么？无论就是要救这间公司啊，对不对？在商业竞争里面，你不行了，你就垮掉就好了。可是美国的可能政治人物认为这个 Intel 不能让它垮，那不能让它垮的话，就要别人去投资。我们台积电什么都被点名了，很多公司甚至韩国厂也被点名了，就要去救 Intel。
那最后叫这个谁去投？NVIDIA 去投资它，对不对？现在又讲这个还有别的公司也要大家都要去投资它。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 ，NVIDIA 跟 Intel 是竞争者啊。Intel 为什么现在落入今天的境地？它也在做 GPU 啊，它是 CPU 起家没有错，可是它也做 GPU， 它产品卖不过 NVIDIA 啊。它跟 NVIDIA 是在一个怎么讲竞争的关系？那为什么要让他拿40亿、拿50亿去投资它？我说穿了，我从政治角度来解释好了。第一个啦 ，Intel 是美国的亲生小孩，这个是亲生的。然后 NVIDIA 呢是移民的小孩，是移民的小孩。那我们台积电是什么？是外国人的小孩。连小孩都不是，就是个外国人。对，那川普这些人基本上民族主义观点是很重的 ，Made in US 还一定要 Made by US Company。Intel 是美国这方面的招牌，所以他们在出手救这间公司，而且是政客叫别人的投资人去拿钱救这间公司，救不救得起来不知道，可是他就是要救。所以你可以看到啊，现在这一步战略大棋的相关布局，无非就是在为后来的做准备。什么样的后来呢？就是 AI 的大算力。等一下回来，我们就要告诉大家，其实中国大陆早就清楚这一点，也在做相关的准备。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环宇全世界。我们马上来看的就是华为最近他们公布了一个为期3年的发展愿景啊，这是在华为全连接大会的场合上面看到。华为的副董事长也是现在的轮值董事长徐直军，他在会中就向大家展示了新一代的 AI 晶片，还有升级版这个 SuperPOD 设计啊。那 SuperPOD 整合运算、储存、软体还有基础设施管理，在概念上呢，明显是致敬辉达的资料中心平台。说是致敬，其实呢，无非就是对标啊，就是辉达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华为就想办法赶上。好，这场大会的核心亮点呢，也在于另外一个，就是新亮相的 Unified Bus 这个互联协定，理论上呢，能够把多达15488组的升腾 AI 晶片串联起，变成一个庞大的系统。而华为也宣称呢，这项协定资料传输的速度将比辉达即将推出的 NVLink 144还要快上62倍。华尔街知名的投资机构Bernstein 他们就分析说呢，虽然大陆业者整体效能现在看起来仍然是落后于辉达跟超微的，但是呢，大陆业者近年来不断的在追逐在寻求突破算力瓶颈的解方。像我们现在提到的华为就宣称呢，他们有能力可以把100万颗晶片从极化，来透过这样的方式追上这个跟辉达之间的技术差距。好，那我先请教张老师啊，我们现在提到说 SuperPOD 这个设计，因为这次看到在华为的大会上面有新一代的 AI 晶片，还有这个升级版的 SuperPOD， 它的原理是什么？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说的话，其实之前应该是中国被美国制裁，不能去买比较先进的辉达晶片嘛。那其实在中国这几年来一直不断的想要去突破美国的封锁，以前是讲的小院高墙嘛。那一直不断的去试。那我们其实也尝试着去看中国的几间公司它的专利的状况。我们会发现到，它其实不只是在 AI 的晶片跟 AI 的设计上，它连在制程的设备都有在不断的去做自己的东西出来。那包含之前讲的新凯来等等等等。那其实这些公司它都是跟辉达都是跟华为有关系的。因为你不可能凭空生出一个半导体晶片，或凭空生出一个什么新的技术。那主要还是要靠怎么样去做它。那怎么样做的状况下，就是要去设备。那今天这个技术呢，它其实因为刚有提到，它被美国制裁，它不能买比较应该说先进的设备，然后来去做我的先进的半导体晶片，所以我就得用某种程度的方式去把它串联起来，来达到我现在所需要的算力。那比如说我从住平层，然后再做到变成住高楼，那让我的资讯的串联速度能够变得很快，达到现在那个辉达它的
需求，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感觉。那然后刚请说，没事，请说。对，那刚刚我们提到说，现在华为也宣称哈，说他们可以用100万颗晶片，然后用重极化这个技术，然后呢达到的效能其实不输给辉达。是，所以这个重极化又是什么呢？重极化就比如就像我刚刚讲到的，就是把它全部连在一起，能够让我里面的资讯能够跑得很顺畅，然后能够沟通的很快。但是这个重极化会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今天把它叠高的时候，它的散热怎么办？哦，那我的资料传输的时候，如果假设这100万颗当中有一颗坏掉，它会不会整个都坏掉？那也会有点像是我们之前在台湾很引以为傲的 CoWoS。那我就是把很多杂七杂八的系统全部都叠在一颗晶片上。那华为这个其实也是类似 CoWoS 这种感觉啦。那我们讲个比较台湾人可以理解，因为台湾人每一个人都对半导体算是非常的了解啊。好，那如果这个万一一个坏了怎么办？那万一叠坏了，万一粘坏了怎么办？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它的关键在于未来的散热技术。其中有一个是非常关键，就是散热。对，不只是散热，那再来是怎么样它连得比较快，怎么样把它粘得好。对 ，OK， 都是可能未来需要观察的一个方向。好，其实提到了华为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说华为从2020年那时候失去了台积电代工合作的机会之后呢，已经有好几次都没有发布新闻稿。然后呢，就直接告诉大家，他们出价这个就是说上架新的产品哈。那9月18号，刚刚我们提到的华为全连接大会呢，这次呢更是看到规模比照辉达的新品发表会，也大肆的宣传。而且呢，刚刚我们提到这位徐直军，他也详细的向外界来介绍华为的公司最新技术，而且呢，很高调的发布了未来整个华为的大战略跟大蓝图。好，那所以大使怎么看？因为当华为每一次有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大会，美方也在看，美方当成观众来说，当然他不可能只是当吃瓜的观众哈，他们也看。那包括像是听简报的美国的商务部啦、国务院啦，甚至是白宫，川普也许真的没时间看他，但是他会底下的这些幕僚会看。美方看到之后，您觉得他们会有相关的什么反应或动作吗？就继续堵那个好像一面墙都在漏水，继续堵。哎，好像就是他继续那个漏水地方把你堵起来，基本上就是要你死，就是这样。哎，就是华为要你死掉。那问题就变成华为也很带种，他跟美国对打的时候，他通常都说：“我告诉你我要怎么做，我告诉你我怎么做，我东西出来我也不藏着掖着，我就高调宣布，老子又突破一点了。”他就这样子玩啊！你美国对华为今天制裁10年前就开始啊，华为当初那个手机，我当年在那个海外看到华为手机的时候，华为那个整个的它的那个趋势是怎么样？要把苹果都要干掉的。那个手机在那个起码我在纽西兰看到，哇，那个旗舰店那种开法，那个广告之做法，你已经感到说那个 Apple 的时代结束了。那当时就是美国人就开始把华为就是把你往死里打，连孟晚舟都给你抓起来了。对，所有的实体清单，第一个就是华为，什么都不给你。对，你根本就是被他连他的这个 Android system 他都不给你用，那就要你死啊！那华为就是靠着明着打。那当然就美国商务部来讲，他基本上还是在继续怎么样卡你这个发展的，就是说你致力发展的这个机会嘛。不，前一阵才把这个 HBM 也给他禁掉了，对 ，HBM 也禁掉了。然后呢？这一部分我觉得还会基本上还会对它的周边的公司啊，比如说啦，今天华为做光刻机的好几个公司，我听说有3个公司啊，它在列入实体清单，它去查你不准卖嘛，它不准你卖啊，你所有的这个技术、你的设备就技术把你卡掉，所以美国就是不断的卡你，然后呢把你东西都明着来啊。那现在来讲，我觉得就是说。美国会发觉越来越可能，就是说，在实际上这个长远的来讲，对中国大陆来讲，你逼着它做全产业链的发展，对，不但所有的关键这个零组件它自己做，它连设备都得自己做，它本来还不会进军你这个设备，所谓半导体的设备，
你现在搞不好做连设备，你像他现在搞这个光刻机，没事就给你公布一下，我又搞了一个什么新的什么专利，我这个上海电子、微电子又怎么样，我的这个哈工大又有什么，他就不断的在这边突破。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美国跟国务院跟白宫基本上现在没有改的方向，就是继续堵它，继续堵。哎，看哪里有漏洞就堵它。大使点到一个重点啊，全产业链的发展是被逼出来的哈，所以不管是硬体也好，软体也好，特别讲到软体哈，这个 Android 不给了以后呢，华为自己就做了一个 Harmonious OS 哈，鸿蒙的系统哈。那当然这个。接下来在半导体的竞争之后，现在看的就是 AI 的算力啊，尤其人工智能这一块，将来一定是兵家必争之地。阿里巴巴呢，也向市场传递了一个明确的讯号啊，在24号他们宣布要扩大 AI 云端基础设施的投资，说未来3年呢要投入将会有超过今年2月所设定的3800亿人民币的计划，而且呢要发布最新大语言模型 Owen3 Max。延续年初大陆国产 AI 模型的研发热潮，当然这个消息呢也带动了他们的 ADR 股价呢猛涨了8.4%，到了176.76美元。好，所以说这个看来AI 不但会是中国大陆经济产业成长的引擎也会是 A 股的引擎吗？那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聂老师，你的观察？当然，我们股市是经济的橱窗，大家都是全民运动嘛，这两者本来就是很互动的。那 AI，我们大家都知道 ，AI 是我们的未来，你懂 AI 就有未来，对不对？AI 很清楚嘛，我们从数字来讲，只要你 AI 推动了整个这个产能的这个结构的变化，然后一直往上推动 ，GDP 一定会成长。然后当然会有一个良性互动，它实体中呢，当你 AI 的这个实体经济成长之后，当然就会回来让我们的 AI 的这个未来的这个资本的支出会更好。而我们现在世界就是需要所有的 AI 的动能，因此呢，这个 image 被所有的在投资股民知道的时候，当然股市就会好。所以我觉得这两者之间呢，你说有不同吗？当然它是两个东西，但是呢，实际上在 AI 推动之下，都会往前推。我们在经济学有个很有趣的东西啊，叫做 economics push， 就经济推动，把这个我们股市也可以推动，房地产也可以推动。现在啊，我觉得全部改了，就叫什么东西？什么 push 呢？就是 AI push。只要 AI 好 ，GDP 会成长，我们股市也会增长。但是股市比较不一样，股市是短波的，有涨有跌啦。这个我们说股民一定是要抓到所谓的好的时机进场才对。我们讲 timing 嘛，就择时很重要。当然现在择股，大家很多人都已经投向了在跟 AI 相关的股票了。OK，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心的就是最近南非他们施压了中华民国驻南非代表处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大家就开始细细去研究到底中间的始末是如何哈。因为呢被要求是要迁离南非的首都普里托利亚，那后来呢又把中华民国代表处的这个层级给降级啊，降到变成名称改为台北商务办事处。当然这个降级呢，除了代表地位降低以外呢，还有呢，所办理的事务可能也不像过往这么的多。那为了反制呢，就看到台湾这边经济部贸易局修改了自由贸易港区输往国外与贸易法，就特别明文规定了说，要把二极体晶粒跟晶圆，还有光敏二极体或发光二极体，总共呢总47项货品列入了输往南非之前，应该要先经过经济部的核准，也就是许可制。那接着就强调说，在南非没有释出善意。好，后来呢，这个外交部就接到了南非方面的协商请求，跟经济部说协调之后决定暂缓。好，那大使，我想请教，我们的代表处现在如果要回到南非的首都就是被要求说要迁离嘛，那有可能吗？您觉得？现在我们寄出了这个反制单，现在是说先暂缓。现在这个反制只是说我方决定暂缓并不是他同意我们这个代表处迁回所以我不晓得为什么一下我们就暂缓了。那南非方面是不是做出了很多承诺？是不是要把这个对我们的这个非不友好措施把它撤回？那这个东西我们还要，我觉得应该，当然也不会透露太多啦。这些可见是在谈判的阶段嘛。不过这个意涵就是说，第一次我们用我们的经济做一个制裁的手段，用晶片，用晶片当做一个怎么讲呢？就是说跟一个另外一个政府谈判的时候的一个谈判的筹码了。过去我们的跟这些国家谈判筹码就是说我要给你多少钱这样，不是说
我不卖什么东西给你啊。那这个是一个新的一个做法。那我觉得就是说谈判来讲，外交谈判来讲，筹码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你那个筹码人家对人家管不管用？那我认为这个应该是某种程度是管用的。哎，对他来讲的话，如果他没有办法取得替代品的话，他这方面对于我们是100%的依赖的话，那他就会当一回事。哎，这个国与国之间就是讲这个怎么讲，就是讲利害关系，那没有其他，这个关系没有其他的属性，只有利害关系。那你能造成它的伤害，它的产业界如果说有所反应的话，这个台湾这个产品不给我们这边很多人要失业，我这个厂也做不下去了，我这个厂要移出去了，那这个产业部门绝对去跟外交部去谈，南非外交绝对让步。对，哎，这个就是没有不让步的。那也不过就是说，让我们的这个代表处从一个地方再迁回到一个地方，对他来讲，他没有实质利益损失啊。这个本来就是个象征的意义的东西。那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为什么不晓得，就是说我们一接触以后，对不对？那这个变成我们经济部的决策，那么就暂缓执行啊。照一般来讲，应该是有好消息。哎，我们才会说，那我工具我就暂时收起来。对，哎，你乖一点，要不然我下次又拿出来修理你啊。那不过这个我觉得在外交上常态啦，只是我们过去可能做法上是比较保守。那您觉得为什么这一次会突然出这一招呢？我觉得过去都从来没用过。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这个可能是怕这种问题会产生骨牌效应。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在海外的所有的我们的这个政府单位都怎么样？是主流啊！我们的办事处、我们的大使馆只剩下13、14个了。我们有几十个、快上百个，不是代表处就是什么办事处啦。对，人家现在把你代表处通通说，哎，这个东西，这就南非现在怎么对你啊？那你也都接受了。是，那我也把你这样，将来日本人说，那为什么南非可以降，我就不能降呢？如果日本今天跟大陆谈判，大陆跟日本讲说，那叫你们把那个日本那个台湾代表处改成台湾商务办事处，就比照办理嘛。对啊，那人家的时候你怎么谈？就是说人家说，哎，为什么南非可以我不行？所以就变成你就怕开一个门。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的话，事实上就是说，从外交角度上，你不是只看一个对象，它是一个骨牌效应。确实，所以它在这个问题上，过去没有发生过啊，我的经验上没有，我的印象没有发生过。那一旦做了这个之后，就必须像您刚刚讲的说，它后续的一些连锁的反应会是如何哈？就怕发生骨牌效应就一面倒全部倒了。好，所以问题来就是说，如果我们一旦把科技制裁 weaponize， 就是武器化之后，聂老师觉得我们也必须要思考的，包括后果、风险是什么？当然，我们今天讲一下一个国家它的实力有多少，筹码有多少非常重要。台湾我们要理清我们到底有什么筹码，有什么实力。说不好听点，我们台湾还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从关税贸易战，我就已经看出川普的眼中，他把日本、韩国比照欧盟那一代的，就15%。我们现在20%的降处罚很难，因为他把你看成东南亚国家，就是小国嘛，就这么 tiny。所以呢，我们也不要野狼自大。不过台湾绝对也可以很有实力，因为全世界晶片，所以到天空上的、航太的、地上的所有的最先进东西，没有台积电活不下去。所有东西往前冲，就是台积电的这个东西太厉害了。所以我们有筹码、有实力，但是如果要跟其他的大国比，尤其我们对岸还有一个可能会在地缘政治影响我们的，你不管南非或任何国家，你要用这个东西，我们最棒的这个筹码，科技化的科技东西去做制裁别人的武器化，我跟你讲，有利有弊。你要看我们的这个拳头够不够大，的确我们很大，但我们只有这一拳，但人家可能会用包围战或很多战略，我们就会是风险。我的重点就是在地缘政治下，台湾并不是强势者，是弱势者。科技之中我们是强势者，但是我们的科技这个强势就是一个拳头，但是人多包围多，就算我们这个拳头钢铁比人家硬，人家只要一堆包围，甚至可以把我绑住，我们就会输。我的重点就是我的后果和风险就是，我们绝对不能把我们的科技太自以为大的把它武器化极限上纲，我们只能用部分东西跟人家去谈判，用我们的筹码去用良性谈判。我们很多时候都不能得罪别人，包括我们的对岸。摊开来说，这个相关的金额，就说，跟南非之间的双边贸易额我们跟大家讲一下2023年只有18亿美元，2024年呢更只有14.8亿美元其实金额都不大啦。
那贸易署官员呢也公告说，这47项啊，除了晶圆以外，还有包括像是电池啦、记忆体啊、光电显示元件等等。那可以说半导体里面的上中下游都列入。可是这一次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哈，也有人认为是确实是对南非有效力的哈。可是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效果哈？就是说刚刚提到这些在半导体的中上下游的这些元件，这些在特别是对南非，他们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这样讲好了，其实这个问题或今天发生这个事情，可以分成2个层面。我们第一个层面，从刚刚大使提到，可能是不是会引发骨牌效应，导致贸易署要做这样的举措。那刚好最近彭博社有做一个调查，可以看到这个板子上，这样讲，直接用颜色来区分的话，就是光谱的2侧。颜色蓝色越深，就是对大陆越友好，越喜欢大陆的。红色越深，就是越不喜欢大陆的。可以看到，基本上非洲国家除了这里啊，每一片蓝；南美洲一片蓝。OK， 好，那为什么今天会对半导体或者是相关的47种元件去做去做那个什么那个管制出口，管制出口，先主要许可，对，主要的话，其实只要基本上有电的东西都会需要这些东西。那南非呢，它矿产丰富，然后再来下一个就是汽车产业多。可是这样今天制裁下来，我们要想到说，因为台湾主要主攻还是以先进制程为主，那剩下做汽车很大一部分是成熟制程。